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意说股市只真心马价值 Kevin。这期影片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股券商 IB 盈透证券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那这期影片呢，主要是给台湾人的开户教学。那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有 IG 还有脸书，那各位也可以追踪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今天就要介绍 IB 盈透证券的一个开户还有入金教学。那 IB 盈透证券它的背景呢，就是 IB 盈透证券它是在1993年所成立的，那它是 SIPC 的会员，以及它有受到 FINRA 的监管，并且它有在美股上市，那它有这3个的保证，所以我认为它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并且 IB 盈透证券在巴伦周刊2021年的评比当中被评比为互联网券商第1名，并且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券商，并且它有连续10年获得美国顶级互联网券商，所以 IB 盈透证券的背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异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IB 盈透证券的优点。那 IB 盈透证券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投资全球的股票，并且它在今年9月的时候也对外公布，他们可以开始投资虚拟货币，包含比特币和以太币。然后呢，第二个优点就是呢，它免开户门槛。那它之前的话呢，开户门槛要1万美金，现在是免开户门槛，而且它也免账户管理费。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有模拟仓可以使用，所以说要是你觉得它界面比较复杂不会使用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使用它的模拟仓。那第四个优点就是呢，它融资利率是最低的，只有 2.58%。那如果是其他3家券商，像是 TD Ameritrade、嘉信证券还有第一证券的话呢，他们的融资利率都是 7% 以上然后呢，再来就是它可以使用中文开户。那其他3家券商，如果你要开户的话呢，你的地址就要改成英文，但是盈透证券开户的话呢，你的地址可以使用中文就可以进行开户咯。然后呢，再来就是 IB 盈透证券它可以买小股数。那我们知道美股交易就是0股1股1股交易，但是呢，要是有一只股票呢，像是亚马逊1股就3300块美金，那你就100块美金你当然是买不了嘛。但是你要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话呢，你就可以使用小股数交易，你就可以跟 IB 盈透证券讲说，我要花100块美金去买亚马逊，那他就会帮你买100块美金的亚马逊，然后呢，他会帮你买到小数点好几位的股票，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就是他取得的报价是比较优异的，也就是说你买越多或是你越频繁交易的话呢，那你的交易成本是会相对于其他的证券商来讲的话会比较便宜。那再来就是每个月它会有一次的出金费用是免费的那这是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要出金的话呢，你是不需要钱的，就算是你要是1个月出金2次的话呢，你一次也只要10美金。那如果是 TD Ameritrade 的话呢，它要25美金，然后呢 Fairtrade 的话呢，它是要35美金所以说在出金方面的话呢，盈透证券也是非常非常优异。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发现，盈透证券它的优点其实非常非常多。那但是呢，它除了优点之外的话，它当然还是有缺点的。那它第一个缺点就是它需要交易手续费，而且它最低的话呢，单笔交易需要1美金的手续费，所以说它在手续费方面的话呢，就是没有的这么的友善。那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投资人呢撮合的方式有很多种。那盈透证券呢，它帮我们用的撮合方式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取得比较好的报价，但是相对的取得这种报价的方式的话呢，它需要一些手续费，所以说呢，在这边才会要求说你要每股要 0.005 块美金的手续费。好，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操作界面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可以使用，所以它的界面呢，相对于我们一般像是 Fairtrade 的界面来讲的话呢，它就是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你熟悉的话呢，其实也算是 OK 的。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 Fairtrade 的开户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上方的这部影片连结。那我这部影片连结呢，有教大家如何去开 Fairtrade 的账户以及入金。好，那我们盈透证券要开户的话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证明文件第一个证明文件就是身份证明文件，第二个证明文件就是地址证明文件，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手机，还有第4个就是你的 email 信箱。那身份证明文件的话呢，我比较推荐是使用护照啦。那地址证明文件的话呢，我推荐是使用国民身份证。那我用这种方式申请下来的话，2天之内就审核通过了这是非常非常的快。好，那开户的第一步骤就是先到我下方的留言栏这边，我这边有一个 IB 盈透证券的一个官网开户连结，那各位只要点击进去就可以开户咯。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想要劳烦一下各位，帮我点击一下这个 IB 盈透证券的官网开户连结。那你们只要点击这个连结，并且浏览一下页面，对 Kevin 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因为我非常迫切的需要一些点击率。那这边 Kevin 就先跟你说声谢谢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步。那我们点击这个连结进去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叫做开立账户，你把它点击下去。那你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界面。那这界面呢，要求你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地址，还有你的用户名称，还有你的密码。
然后呢，并且输入你的合法居住地址。那这部影片呢 ，Kevin 是专门做给台湾人的。那你这边就选择台湾，然后呢，开设账户点下去。好，那你就来到这界面。那这界面呢，它会跟你讲说，它会寄一个验证信到你的电子邮件当中。那你就去电子邮件收这个认证信。然后你到电子邮件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账户验证这封信。那你账户验证这封信，你把这个验证账户给点下去。那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界面。那在这界面，你就输入你刚刚所输入的用户名称，还有你的用户密码，然后再按确认。然后确认之后，你就来到这界面啦。那这界面的话呢，它会跟你讲说，你可以申请个人账户、联名账户或是退休账户。那这部影片的话呢，我是教你们如何去申请个人账户。好，所以说你这边就点选择个人账户。好，那选择之后呢，你再往下滑。那你再往下滑，你就会看到这个合法登记的住所。那这个合法登记的住所，你就填你等一下地址证明上面的那个住所就可以了。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输入语言。那这边输入语言，你只要填写中文的话，那你后面的资讯，也就是后面一些地址等等，你就可以直接用中文填写，你不需要翻译成英文。那这是 TD Ameritrade、嘉信证券还有 First Trade 他们所没有的功能，所以我认为 IB 盈透证券它开户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友善哦。好，那这边你就填写繁体中文，然后这边按开始申请。那开始申请之后呢，你就来到这基本讯息的页面了。好，那这边的话呢，就要求填写你的姓名，那你就将你的姓名填上去。那下面呢有 first name、middle name 跟 last name， 那这就是第一个名字跟第二个名字跟第三个名字，就是你的英文名字，好，你的护照上面的英文名字。好，那你填写完之后呢，你就往下滑。那往下滑了之后呢，这边要求你填写你的住址。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填写说，我们要用中文输入，所以我们这边住址呢就不用翻译成英文，我们直接用中文输入就可以了。那邮递区号的话呢，就是6码的邮递区号。然后这边有一个东西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这边有写说我的邮寄地址与此不同，也就是说啊，这个是注册地址，你上面这个是注册地址，那你下面的话呢，如果你的邮寄地址跟你的注册地址不一样的话呢，你只要打勾，然后来重新输入你的邮寄地址就可以了。OK， 好，那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手机电话号码，就是说它要求认证你的手机啊。那我这边就写手提电话，然后台湾，然后你的电话号码的部分的话呢，台湾是09XXXX嘛。那你这边要填写，你把那个0去掉，然后加886，然后再把9后面的数字给补上去就可以了。OK， 那这边填写完之后呢，你就往下滑。那往下滑之后呢，这边要求填写你的个人资料。那个人资料的出生年月日的部分的话，你要用西元的方式进行填写。那婚姻状况还有供养人数的话，你就照实填写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有个税务居住国，你这边的话呢就选择台湾。然后这边有一个纳税识别号，就是你的身份证字号，你就将你的身份证字号填上去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我有纳税人识别号，那这个记得要打勾。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呢，你就会被扣美国人的税哦。所以说你这边一定要打勾。OK， 那你接下来你再往下滑。那你往下滑之后呢，这边有个叫做身份证明。身份证明的话呢，签发国家就是台湾嘛。那文件类型的话呢，我这边是用护照做举例，所以我这边是写护照。那这边要填写你的护照号码，那护照号码就在护照的这个右上方的地方。那到期日期的话呢，就在你的护照的左下方这个地方。那各位要注意哦，你的护照是要没有过期的护照哦。如果你的护照过期的话呢，那就不是有效证券。那不是有效证券的话呢，它就不能申请通过哦。OK， 那这边填写完之后呢，你就往下滑。那往下滑，你就会看到这个有个雇佣状况。那你雇佣状况的话，你就照实填写。那财富来源的部分的话呢，我是填写工作收入还有股息收入。那这边的话呢，各位你就看你自己，然后再进行填写。然后往下滑的话，这边要求你填写安全问题。那为什么要填写安全问题呢？安全问题就是在你每次账户有问题，然后你打电话问客服的时候呢，客服会用安全问题来确认你的身份。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安全问题真的忘记的话，那你就跟客服讲说，你可以问我其他问题嘛？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啦，各位，我还是希望说你安全问题不要忘记了。OK， 那这边就填写你的3个安全问题。好，那填写完3个安全问题之后，你就来到这界面。那这界面就是要求验证你的手机号码。你这边只要按确认，它就会寄一封简讯到你的邮件当中，就这封简讯，然后上面会写号码，那你就把号码输入这个页面。好，输入这个页面之后呢，你再按确认，它就会来到下面这一页。好，下面这一页的话呢，它是要求说，你的账户类型是要选什么样的类型？那主要有保证金类型和现金账户类型。那现金账户呢，就是你不可以融资；那保证金类型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融资。但是各位要注意哦，虽然 IB 盈透证券它现在已经没有入金门槛的限制了，但是如果你是要保证金账户的话，你的账户里面最少要有$2000美金才可以使用融资。好，那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收入和资产值。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有一个诀窍，就是你的资产净值要大于你的流动资产，要大于你的年度净收入。好，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代表说你是有在存钱的。那你只要用这个公式的话呢，基本上后面的东西都可以填得非常的顺。好，那再来就是投资目标及交易意图。那这边的话呢，我是勾选增长，还有从活跃交易和投机中盈利。
那为什么要勾选这个呢？因为如果你不勾选这个的话呢，你就不能使用选择权啊。那因为我要使用选择权，所以我这边会打勾。OK， 好，那接下来你再往下滑，那往下滑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交易经验与许可。那这边有个其他产品会叫你选择，那有非常多的产品，你可以自己去选择。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主要是选择期权跟股票。那期权的部分的话呢，我这边添加了一个美国，那你这边还可以添加其他国家的期权。那各位不用担心哦，你可能说，我现在使用美国，但是以后要是你想要使用其他国家的期权要怎么办？那不用担心，你只要在账户当中的话呢，你还是可以重新再申请哦，就算你一开始没有填写也没有关系。好，那期权这边的话呢，就不要把自己写的非常的菜鸟就可以了。好，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我这边有写澳大利亚、香港啊等等的。那各位的话，你就填写你自己想要的股票，那也是不用担心。你这个东西呢，到你开户之后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增加你想要的股票。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会这边有个外币和外汇，那这边的话呢，它会自动帮我们勾选。好，那我们再往下滑，这边有个叫做归管讯息。那归管讯息呢，就是要确认你是某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是你是某一个金融从业人员他会跟你收取比较多的手续费啦。这边的话，因为我都不是，所以我这边都填否。OK， 然后再往下滑。那往下滑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叫做股票收益增强计划。那我觉得股票收益增强计划是一个蛮不错的计划。它是什么样的计划呢？这个计划就是说，你买了股票之后，在你的账户当中，然后你只要勾选这个计划，你有参加这个计划的话呢，它就会将你的股票借给其他人。然后你可以收取别人跟你借股票的这些佣金，然后你可以收取一半的佣金。那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来讲的话，其实这样子的话呢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你每年可以多加一点收入啦。但是呢，如果你是短期投资者，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就算有参加这个计划，你的股票被别人借走了，你还是可以随时将你的股票给卖出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都勾参与吧。好，那接下来下面有写说，阁下是从何处得知我们的？那这边的话你就写社交媒体就可以了，然后按继续。好，那继续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了。这界面就是要你确认一下你的税务、居住地等等资讯，这是有关于 W8 表格的部分。那这边就确认一下有没有错误，然后你就往下滑。那往下滑之后呢，第一个你就会看到一个叫做协定优惠资格。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台湾与美国有没有租税协定？那因为我们台湾和美国是没有租税协定的，所以你这边就要勾选我不能享受美国税务协定优惠。OK， 然后勾选之后呢，你再往下滑。那这边你会看到澳大利亚税务证明，然后他会说，台湾跟澳大利亚有没有租税协定啊？那因为我台湾跟澳大利亚有租税协定，所以你这边就勾选有跟澳大利亚有租税协定。OK， 那你再往下滑。那你往下滑之后呢，这边就要求你确认你的账户名称跟你的姓名，然后基本上这个账户名称跟输入你的姓名，还有你必须填写这个地方这3个名字是要一样的，都是你护照上面的名字。OK， 那你就在这边把你的名字给输入上去，然后按继续。好，那你继续之后呢，他又来到这个界面啦，要求你全部重新再确认一次你自己的资讯。那你这边要是有资讯有不一样的或是错误的话呢，你就按编辑，然后就可以重新再做填写。好，你再往下滑。那往下滑的话，这边有一个协议以及披露。那这边的话呢，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可以自己点进去看。那我这边的话呢，我是全部都打勾。好，那你打勾，然后再往下滑。好，那接下来你往下滑，你就会看到这界面。那这界面要求你确认你的账户名称，还有你的名字。那也是跟刚刚一样你就照实填写就可以了。然后你按继续。好，那你就来到这界面啦。那基本上你到这界面，你该填写的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那你现在只要上传你的身份证明跟你的地址证明，你就可以完成开户咯。好，那你这边这个界面呢，你就按 F5 按重整。那重整之后呢，你就会跳到这个画面。这上面就是要求你上传你的身份证明跟你的地址证明。那我们先上传一下身份证明。那身份证明的话呢，有护照、国民身份证、驾照跟外国人身份证。那我这边的话呢，推荐各位使用护照。那你使用护照之后，你点下去这边的话呢，它要求你上传护照。你这边只要上传你护照的第一面，也就是说有你照片的那一面就可以了。然后你这个页面上传成功之后呢，你 AI 就会马上进行判断。那如果 AI 判断没有问题的话呢，你就这个项目就是审核通过。OK， 好，你这边就按上传。好，那接下来就是地址证明那地址证明有非常多。那这项目的部分的话呢，我在前面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那我这边的话呢是使用身份证，那你就将身份证拍好，然后上传就可以了。那要记住的是，这个地址证明是你的注册地址不是你的邮寄地址好，那这边按上传。好，上传成功之后呢，你这边就会看到嘛，我这边的绿色部分有一个提交含照片的身份证件证明你的身份，这边的话已经是绿灯，那就是因为我刚刚用护照上传，然后 AI 辨识成功，它这边就已经马上审核通过了。所以说呢，要是你不是用护照或者是你 AI 没有辨识成功的话呢，你这边是没有审核通过的，这样子你开户的一个流程就会比较晚你可能就要3-4天以上才能开户完成。所以我现在上传完之后呢，就只剩下地址证明需要进行人工的审核，那我其他部分都已经 OK 了。好，那我资料上传完之后，大概过了2天的时间，那我就收到了这封信。那这封信就是跟我讲说，你的账户已经开通咯，你现在可以开始入金了。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了 IB 银动证券的开户，那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IB 银动证券该要如何入金。那首先呢，你就是来到这界面，也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界面，按登录，然后这边有个客户端登录，把它点击下去，那你就会来到这界面。那这界面呢，就是要求你输入你的用户名跟密码，那你把它输入进去之后按登录，那这时候呢，你的手机就会收到简讯，那这简讯就是验证码IB 银透证券就是你每次登录的时候啊，它都会寄一个验证码到你的手机当中，那就把你的验证码给输入上去，然后按登录。那你就会来到这界面啦。那这界面的话呢，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叫做存款，你把它点击下去。点击下去之后，你就会这边会看到非常多种可以汇款到 IB 银透证券的方法。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要如何进行银行电汇的部分。然后你这边就按查看说明，把它点下去。那你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界面。那这界面主要是跟 IB 银透证券讲说，我现在有一家银行，它汇多少钱到我这个户头当中哦。那你是通知 IB 银透证券，那 IB 银透证券有接到你这个通知之后呢，你汇钱过来，它才会接收。所以说这边要怎么填写呢？第一个，保存银行讯息，你这边的话就填4。你只要填4的话呢，你以后啊资料就不用重新重填了。你只要更改那个金额就可以了。好，所以你这边填4，然后这边有个汇出机构。那这个汇出机构的话呢，你就要填上你银行的 SWIFT code。那银行的 SWIFT code 要怎么查呢？我会把它放在我下方的留言栏。好，你只要将你的银行输入进去，你就可以得到你银行的 SWIFT code。好，那每一家银行的 SWIFT code 都是单独的。好，那再来就是你的账户号码。这个账户号码是你台湾银行的账户号码。你就要将你的台湾银行的账户号码给输入进来就可以了。好，那你这边有要求什么？你的银行或是金融机构是否位于香港或大陆？那我们是台湾嘛，所以我这边就填否。好，那接下来这边的话，你要求你输入说，你这次要汇多少钱过来？那你就照实填写就可以了。那你填写完之后呢，你就按查看电汇说明。好，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界面啦。然后这边的界面你会看到它的这些资讯跟你那个一般的汇款单上面啊，是相差非常的多啊。如果你第一次看到的话，你可能会无法知道说，要怎么进行汇款。那这边不用担心哦，我这边的话呢已经汇款过一次了，那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要怎样进行汇款哦。那这边的话呢，我要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台湾是如何电汇到国外的券商。首先呢，我们台湾的话就是我们的银行，那我们的银行呢会有我们的外币账户，那我们的外币账户呢要从我们的外币账户汇款到受款银行，也就是国外的银行。那这个方法呢就叫做电汇。那我们电汇过去之后呢，这个受款银行收到我们的这笔钱，那这笔钱一定会说，你要给哪个账户嘛？所以说呢，这个账户是哪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就是受款人银透证券。那银透证券呢，他收到这笔钱之后呢，他要怎样知道说，这笔钱是要给哪一个投资人？那他就要看你的复言，他就会看你的复言，你的复言上面写的哪个账户，那他就会将这笔钱呢拨到这个投资人的账户当中。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电汇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受款银行呢，就是我们这边写的 Citibank NA。那受款人呢，这边就会写上去哦。那这个账户号码的话呢，就是 IB 银透证券的账户号码不是你自己的银透证券的账户号码，这是 IB 银透证券他们自己官方的账户号码。那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只有复言的地方。那你复言的地方呢，就写这4个英文字母，然后呢，再填上你 U 开头的账户号码，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就可以了。好，那现在我们就马上来实际的填写一次哈。那我这边呢，使用的是星光银行的汇款单。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所得到的一个汇款资讯。首先呢，你这边的受款行就要填上 Citibank N.A， 然后地址的部分的话呢，这边就把它给填过来。然后代码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 CITIUS 33XXX，你把它填上来。那受款人的话呢，就是 IB 银透证券，然后账号的话呢，就是 IB 银透证券在这家银行里面的账号。然后呢，这个英文地址的部分的话就在这边，你就把这个地址给填上去。那你这边的话呢，只有复言的地方你是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是要填写的时候呢，你前面就要照抄，你只要复言跟别人不一样就可以了。那你复言的部分的话，你就把这个英文给填上去，然后后面加上你 U 开头的账户号码，再加上你的英文姓名就可以了。然后你的收款地区的话就是 USA。好，那复言的范例的话，我写在下面如果你的账户号码是 U1234567的话，你就这样填上去。那你的英文名字的话呢，就把它填在后面，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自己汇款的经验，如果我是在工作日的下午2点进行汇款，那我大概在晚上6点，我的账户当中呢就会收到这笔钱。那我自己汇款的话呢，我是会1000块美金到这个账户当中，那也是一样，马上就收到这笔钱了。那你拿到这笔钱之后呢，你就可以马上进行投资喽。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我是不随意测股市，只珍惜分享价值 Kevin。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的话呢，记得订阅追踪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